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人类的探索目标也越来越远大。在众多星球中，火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，因为它可能成为人类第一个真正的移民星球。但是，火星环境极其恶劣，温度极低，辐射能量较高，大气层稀薄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解决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挖地洞居住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火星表面的环境情况。火星被誉为红色星球，它比地球小得多，并且没有像地球一样的厚重大气层和强有力的磁场。这意味着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化激烈，辐射强度较高，还有大量的风沙和暴风雪等天气现象。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类在火星上生存造成巨大挑战。与盖楼房居住相比，挖地洞居住有着明显的优势。挖地洞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温度，而且地下有更好的保护效果，可以降低辐射和风沙的影响。在火星上挖地洞需要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，但这些设备已经可以通过自动控制来完成，因此它比盖楼房更容易实现。此外，挖地洞也比盖楼房更节省资源。盖楼房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，这些材料需要从地球运输过来，成本十分高昂。而挖地洞则能够利用火星表面的土壤、岩石等资源，降低了对外部材料的需求。这不仅有助于节约资源，还可以降低从地球运输建筑材料的成本和难度。此外，挖地洞也提供了更好的辐射屏蔽效果。普通的建筑材料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，但是挖地洞可以在地下形成一层天然的防护层，更加有效地隔离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。这将为居民提供更好的保护，避免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的环境中。最后，挖地洞相对于盖楼房来说也更容易进行维护和修缮。火星表面环境恶劣，建筑物需要经常性的维护和修理，修理和维护盖楼房需要大量人力和物资，而通过挖空洞穴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构稳定性，并且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资源来维护。在总体上看，挖地洞居住是火星移民最好的居住方式之一。它具备辐射防护、气候适应性、资源利用节约、施工方便等诸多优势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居住方式就没有优势。我们需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改进技术，以适应火星这个严峻的环境。总而言之，随着人类对火星越来越大的关注度，挖地洞居住作为一种新型的居住方式已经被广泛讨论。它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，为火星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保障。当然，火星挖洞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，但这并不能削弱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和探索精神。